這個月初的時候，我去了一趟上海，也剛好趁這個機會去逛了一些比較特別的小店，包括一間專門賣古董玩具的店。我們去這家店的時候呢，它剛好是在做一個玩具主題的展覽。那我本來也有看好一些藝術家的作品，是我想要購入的。可是到了現場之後呢，我的目光卻被另外一個東西吸引了，那就是一個坐在角落的一隻非常非常大的古董熊。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收集各式各樣的泰迪熊，然後以前我記得每一年生日的時候呢，我媽媽都會帶我去逛街，然後買一隻熊回家這樣子，所以從小對小熊就特別的有感情。那這2年因為也開始自己做熊了，所以就對這些東西的感覺更敏感了。所以那天到現場看到這隻熊的時候，真的是眼睛一亮，很想要立刻把它帶回家。那這隻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寄來的箱子是這麼大，因為我當時真的是沒有辦法帶回來，所以就請店家幫我從上海寄台灣。那就請大家跟我一起開箱吧。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這隻熊的狀態。我查了一下呢，這隻熊以它的外形設計跟它的材質來看，它很有可能是1930到40年代那個時候東德這邊生產的。但是我對古董熊的歷史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我沒有辦法100%確定它就是屬於那個年代。這部分呢，我可能還想要再請教一些專家。但是如果它真的是屬於那個年代的熊的話呢，它現在就是90歲的老先生了。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細節部分，不能說是非常的完好，像這邊有一些脫線，然後它的後面的耳朵這個部分呢，是我一開始買就最先注意到的。這邊都已經脫線了，然後脫線之後，裡面填充的那個木屑就跑出來了。這個木屑都是已經脆掉了。另外一隻耳朵後面也是一樣的狀況。再來是身上呢，很多地方都開始脫線，像這個線已經斷掉了，裡面的填充物也是木頭，都已經開始跑出來。頭部的部分也是這樣子搖搖欲墜，感覺這個裡面的關節跟布料是已經有一點分離了。眼睛的狀態也很 OK， 鼻子的縫線也都還很牢固。所以說它現在的狀態是這個樣子，雖然外觀看起來還是很可愛很 OK， 但是實際如果我們近看的話，就有很多地方其實都是已經快要崩壞的。但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它現在聞起來呢是很正常，沒有發霉或是腐敗的味道，代表裡面的木頭雖然比較脆了，但是還是在 OK 的狀態。考量到古董熊它的用料啊等等的都是以前珍貴的寶貝到現在嘛，當然是如果沒有非必要的話，就不會想要把它換掉。但是以防萬一呢，我還是會把它從後面打開來，然後看一下裡面的狀態。如果裡面的那個填充物真的都碎掉，或者說甚至如果發現有長蟲的話，我就會要把它換掉。我現在回到家了，然後在地上鋪了一個野餐墊。将它打開来，然後看到裡面的木頭，它狀態其實還不錯，硬度也還在，沒有很脆，重點是也沒有發霉之類的。再繼續挖挖看。你們看我發現了什麼？這個東西是我在做 research 的時候就知道
他們身體裡應該會有這個讓他們發出可愛聲音的一個機制。然後它不知道為什麼，可能現在時間久了，裡面有點氧化或者什麼，所以它這隻熊熊呢，在它身上是沒有發出声音。但我現在拿出來，某些角度在搖晃的時候是可以聽到的。現在看起來關節狀態是超好的，完全沒有破損或什麼的。但是頭部的這個就是有一些磨損，大家都要把它們拆下來。大家看一下它的慘樣，現在把頭跟身體分開了。這個是它脖子的部分，以前應該是曾經就是都被修修補補過，但現在這個毛都已經破掉了。然後頭的關節在這邊，這根東西，這個繩子也都斷掉了。看了一下頭部裡面的狀況。其實除了這個布這邊破掉需要縫補以外，我覺得裡面整個都很好，木頭香味也還在。然後因為我也不想要去破壞它這個熊熊的頭的形狀，所以我決定了頭的填充物都要讓它保留本來的樣子。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邊修好，然後等一下還有耳朵的部分要把它拆下來重縫。除此之外呢，熊熊的头我打算就讓它保持這樣子。然後這邊我覺得很好玩的是，它這個就是這個布料上面的毛很長，當時一起被車進去了，沒有把它梳開，然後就變成一個這樣子，好像有人禿頭，也是它的一個特色。想要保留這個部分。耳朵裡面的狀態稍微差一點，有可能因為它就是之前就有接觸到很多空氣，所以它就狀態比較差。身體的部分這邊本來有一圈就是縫的比較粗糙，所以導致它就好像有點斷頭颅，剩下皮那樣子在那邊撐着。所以這個部分呢，我也把它剪開了。等一下，整個從屁屁到脖子這邊就要重新手縫上去。然後裡面的關節、手腳的關節，它們的轉動跟接縫處也都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手腳也不會去動它。不過在做這些事情之前呢，先去洗澡。这是小熊洗澡會用到的東西。我上網先做功課，他們說這是因為這個布料非常的老舊，你不能直接把它丟到水裡面去浸泡啊，或是洗衣機洗啊，它會整個爛掉。所以呢，就要用很溫和的方式，用海綿沾水，然後沾清潔劑的這個泡泡，去慢慢在它的皮毛上做擦拭之後呢，再用乾的布把它擦乾。然後最好就是可以再用吹風機吹乾，然後放在通風的地方風乾。哇，你們看看那個陳年老污垢，這都是。髒髒哦。现在小熊已經洗完澡，然後也吹乾了，感覺這個毛整個都蓬起來，跟本來的觸感很不一樣。本來是有點黏黏的、緊緊的，現在就是鬆開了。耳朵剛剛打開，裡面還有一個折痕，也是縫起來的。然後把它拆開之後，覺得狀況不太妙，就是這個布上面有一層白白灰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黴菌，但趕快拿小蘇打粉沾水。
把它全部擦了一遍。差不多今天就先到這邊，然後我要讓他們待在這個房間裡，開除濕機，然後同時間裡面的慕斯呢，剛剛也趁有太陽的時候拿去陽台把它們攤開來曬一下太陽，然後明天就可以開始做填充跟縫合了。現在過了2天，小熊已經是完全曬乾的狀態，然後裡面填充的這個慕斯呢，也放在陽光底下曬了2天。那我現在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了。首先，我想要做的是把熊熊的脖子這個地方呢，就是接回去。有一些那個布料的地方已經有一點點脆化，所以我可能會幫它上一些膠水，讓它這個布料變得比較堅固。之後呢，會再把它縫起來。好，現在要把這個關節放回去它的頭裡面了。接下来要弄身體了。接下来要把熊熊的头放回去脖子上了，這個地方感覺有點困難，因為它真的很大，要對準。終於把我的頭跟身體接回去了。那個關節真的是蠻難弄的，搞了我應該有10幾分鐘，滿頭大汗。這個地方本來破掉外露的地方也把它縫緊了。接下來我就可以把填充塞回去身體裡。派出一根棍子来帮忙。把那个草压得夠緊。塞到一半，想到忘了放這個東西，本來它有點放不出聲音，然後我把裡面的木屑全部倒出來之後呢，它又可以用了，耶，好可愛哦！距離我那天塞完慕斯之後呢，過了3天，我真的沒想到會這麼久。但是因為那天塞完之後，我的手就非常非常酸，因為在塞的過程真是要用很多力量，然後去把那個木頭擠到他身體裡面去，然後到最後的時候，我發現我塞不回去本來的量，大概還剩下這麼多是我塞不進去的，就是已經真的沒有力氣了。所以，我就因為手太酸了，中間還有被那個木頭刮到一點點刮痕，所以我就休息了幾天這樣子。還好，就是受傷的地方沒有怎麼樣，本來怕說會不會有什麼黴菌啊、感染什麼，還好都沒事。那就提醒了我，下次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應該要戴個手套，然後口罩也忘記戴了。難怪就是我看那些傳統做泰迪熊的工廠，在塞木頭的這個步驟都是年輕壯丁，然後他們就是很用力的這樣子，他們力氣才夠啊。
熊熊現在看起來有點狼狽，好可憐哦。快好了，快好了。好，然後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它的背後縫起來。不好意思，現在看起來有點髒。很棒哎，有聲音了。因為前幾天剛好有點忙，所以距離上一次的進度呢，到現在又過了1個多禮拜了。然後今天我終於有空，要來幫他把耳朵縫回去。但是耳朵的問題是因為裡面填充物已經是太碎了，所以裡面的填充物我就必須淘汰它。為了尋找相近的填充物呢，還真是費了一番功夫。因為我們台灣好像沒有做他們那個傳統泰迪熊的填充的這種一條一條細的木絲，要麼是木頭性質不適合拿來做填充，要麼就是像我先生還帶我去木頭的材料行去看，然後我問他們說，有沒有可不可以用他們的剩料啊？也許他們磨了木頭剩下來的東西。老闆雖然非常的 nice 呢，但他也是沒有辦法提供我想要的。那最後呢，我終於在網絡上找到一家是他有做這種木頭絲，然後是拿來做包裝材料的。那這個呢，就是我在網絡上找到的。我們台灣生產的這個長度跟粗細呢，都差不多，就是我想要的感覺。然後重點是因為它用的是楊木，楊木也是傳統上會拿來填充泰迪熊的木頭之一，而且聞起來是蠻香的一個樣子，所以呢，就後來就決定用它來幫這個耳朵做填充。這裡給你們看一下我買來的這個木頭絲，其實這邊才3公斤而已，但是就是一大箱，因為它的體積是比較大，就很蓬鬆。在拿來填充之前呢，我其實已經先拿來試用看看，然後拿來填充我自己做的小熊，整個塞起來的那個挺度，我覺得很不錯，然後又很硬，也很輕。好，所以接下來我就要把這個木頭絲塞到耳朵裡，然後一邊做縫合。我完成了，終於把這一隻好幾十歲的大朋友給修復完成了。那現在它就是看起來比較堅固一點，然後後面的這個脖子的關節跟裡面填充物都沒有在外露。耳朵的部分呢也修好了，沒有破掉，裡面的草也重新換過，感覺就是一個新的老寶寶了。那希望呢，它可以維持像一個好的狀態，再過另外一個好幾十年。我要去幫它織圍巾了。